在3月初，澳大利亚宣布将向乌克兰援助科尔沃 PPDS 无人机。这款无人机呢，虽然看起来简陋，但是却能为乌军提供许多帮助，比如挂载小型弹药打击俄军阵地。这让大兵想起了美国近期公布的一款小型弹药，即短柄斧智能微型制导炸弹。那么这2款武器之间是否能够形成配合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截至至今，俄乌战争已经持续了1年多，北约各国一直在对乌克兰进行各项军事援助，使其成为了继越南战争之后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场消耗战。期间，乌军摧毁并缴获了俄军众多先进武器，致使俄军仓库长期处于短缺状态，甚至开始将一些老式的武器搬上场。眼看着其他国家加大了援乌的力度，澳大利亚也开始想尽办法帮助乌克兰取胜。基于无人机在俄乌战场上发挥了重大作用，因此澳大利亚也开始向其提供无人机，也就是科尔沃 PPDS 无人机，由澳大利亚陆军和墨尔本工程公司合作研制。不过呢，这款无人机和我们印象中有所不同，因为它的机身大部分是由涂蜡防水纸板组成的，能在多种恶劣环境下使用。当然了，既然说了是大部分那么剩下的小部分则是其他非纸质的关键部件，例如模型、航空电子设备、推进装置等等。由于都是军用级别，使其能与其他小微无人机那样在空中飞行。飞机的部件之间呢，则是用橡皮筋进行连接，强度要比一般的橡皮筋大很多，并不用担心断裂问题。最重要的是，该无人机的机体内部有货舱。根据相关资料，它的有效载荷可以达3到5公斤。这种负载能力呢，可比乌军此前使用的商用无人机强大太多了，让其既能挂载侦察设备执行战场侦察任务，还能携带小型炸弹、手榴弹等弹药，打击俄军的前线目标。必要时还能运送药品等急需物资。另外，作为一款由纸板拼接电池驱动的无人机，它的雷达反射截面积和红外特征很小，且噪音极低，隐蔽性能较好。不仅能通过数据链进行控制，还能在无数据链可用的情况下自主执行一些任务。执行任务期间，由于该无人机安装了军用导航系统，乌军只需要为其输入坐标，就能直接放飞，航程达到惊人的120公里。至于怎么发射，很简单，用手扔就行了，也能用配套的弹射装置发射。另外，它的另一个优势也很重要，相较于出色的性能，该架无人机的造价低得惊人。一架无人机的造价在700到3500美元，价格起伏取决于它的实际用途。可以说，没有比它更低廉的军用无人机了。由于成本较低，它甚至能作为刺杀式无人机来使用。再加上该无人机的技术含量并不高，因此澳大利亚方面宣称每个月能向乌克兰提供100架纸质无人机。讲到这里，大家是否还记得，在2022年，俄军由于在前线战场接连失利，甚至大后方的克里米亚大桥也被炸断。由于正面打不过由北约各式装备武装的乌军，于是呢，就从伊朗以单价2万美元的价格引进了数千架见证者136自杀式无人机。到货之后呢，便开始对乌克兰全境进行大规模轰炸，直接将乌克兰境内的能源系统炸掉近30%。由于这款无人机体型太小，不易发现，再加上当时乌军严重缺乏防空能力，根本无法应对此类攻击。毕竟打还是不打，这是一个问题。要是打吧，这无人机的单价可比不过手上导弹的零头；要是不打吧，它的威力还真不小，相当恶心。但现在情况变了，变成了乌克兰得到了更便宜的无人机，而且成本还不到见证者136的1/5。这个时候打不打这个难题，就该是俄罗斯要头疼的了。这里可能有人会怀疑该无人机的实战效果，但实际上乌军早就开始使用其对俄军进行骚扰和打击了。近期乌军更是使用这款无人机打击了一架部署在白俄的俄军 A50 预警机，并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虽然并未彻底摧毁，但是也使其无法在短时间内升空作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前线俄军的作战。相比于低廉的造价，它的作战效益十分惊人。未来乌军如果能够将一些大型无人机在经过改装后充当指挥枢纽的作用，或许就能指挥大批量的此类无人机对俄军进行攻击，让其更无还手之力。不过呢，其实该无人机还缺乏一款适配的弹药。
要不那架 A50就不只是被损坏这么简单了。对此，大兵认为美军研制的短柄斧微型制导炸弹非常适合这款无人机。早在21世纪初，美国 SDI 公司在国防部的资助下，就开始进行折叠飞行器与精确打击弹药关键技术的研发了，陆续获得了多份小企业创新研究合同，围绕微型飞行器、微型空中武器概念所开发出的相关飞控气动技术，直接支撑着短柄斧微型制导弹药的研发。后来，在继承了 SDI 公司飞行控制技术后，2012年 ATK 公司和 SDI 公司联系，讨论在新开发的短柄斧微型制导弹药上使用 SDI 为微型飞行器设计出的弹出式机翼。随后 SDI 生产了多套机翼，并在短柄斧上成功进行了飞行实验。时间来到2018年，诺格公司在收购了 ATK 公司后，继续使用 SDI 公司开发生产的弹出式机翼。相关技术在短柄斧弹药上实现了技术成熟的里程碑。而作为一款微型制导炸弹，短柄斧弹体全长约 0.3 米，弹径60毫米，质量 2.72 公斤，战斗部质量 1.8 公斤，可以由小型无人机、小型直升机或其他飞机携带。这重量，乌军的纸飞机完全可以承受。此外，配置有以色列埃尔比特公司的激光导引头、惯性导引系统和 Navstar 卫星导航系统接收机，具备超高精度和击中目标的能力，使其能够打击隐蔽在城市、森林或山谷中的目标，进而提高军事行动的效率。使用期间，该炸弹一开始是装在发射箱内，发射之后，炸弹展开控制面飞向目标。期间，它的3个传感器开始工作，探测敌方目标指示器的激光点。探测到激光点后，飞行控制处理器发出必要的参数，并启动舵面，导引炸弹飞向目标，完成打击任务。根据美军的预想，短柄斧能在城区作战条件下有效攻击非装甲目标。其实简单来说呢，短柄斧智能炸弹的设计理念就是让其在空中能够实现自主控制，而不是按照提前设定的飞行路线来飞行。因此，短柄斧内部还安装了先进的航迹控制系统，使其能在空中自行寻找和跟踪目标，减少误差，进一步提高击中目标的概率。另外，短柄斧还配备有一种叫做分段式指向的机制，能够将炸弹的飞行路线分为几段，每一段都有一个不同的指向，借此达到最佳的有效性和准确性。不仅如此，短柄斧还能利用软件实现运动预测，跟踪目标原概率误差小于3米。至于它的杀伤威力，它使用了诺格公司开发的杀伤增强弹药技术，该技术采用高密度高能量炸药和预制钨丸，通过提升钨丸的初速扩大毁伤半径，因此拥有非常强大的威力，且最大程度减少了对周边居民造成的伤亡，算是美军未来常备的制导炸弹武器了。另外，在2018年美国陆军协会展览会上，诺格还向外展示了2种专门用于短柄斧炸弹的投放吊舱。一款是重约57公斤的滑轨投放吊舱，可以由 MQ-1C 灰鹰无人机挂载，内部可以携带12枚短柄斧。另一款则是重约225公斤的旋转投放吊舱，可以由 MQ-9 收割者无人机挂载，内部可以携带54枚短柄斧。当然，上述2种装备 Corva PPDS 无人机肯定无法挂载，但是别着急，美军还曾计划为小型无人机装备短柄斧，使连排级无人机具备察打一体能力，为小规模部队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援。因此，对挂载方式有着一定的研究，只不过并未向外公布。如果未来美国向乌克兰援助短柄斧的话，轻松就能解决纸飞机的挂载问题。而经过了这次俄乌战争，美国陆军更确信了小型无人机投放弹药的有效性。毕竟在俄乌战争期间，乌军发布了大量使用商用无人机投放小型弹药的视频，对俄军地面部队造成了很大的损伤，其中大部分都是用于媒体、农业以及工程领域的多旋翼无人机。虽然乌军使用的方式较为原始，但依然证明了小规模部队装备拥有投弹功能的无人机后，可以执行情报收集、火力打击、目标保障等任务。这种分散化部署的兵力运作方式，与美军一直倡导的分布式作战、多域作战有着相通之处。
因此，美国在汇聚工程2022年度综合实验中开始对短柄斧进行实弹评估。除了上述这些呢，最近还有一件值得乌军庆祝的事情，即 Shark-ISR 鲨鱼无人机终于服役了。就在3月24号，乌军接收了第一批自行制造的 Shark-ISR 无人机。目前呢，2架鲨鱼已经在战场上了。它是由乌克兰的一家航空器制造公司开发而来。该公司呢一直在从事军用和民用无人机综合体、地面控制站、有效载荷、组件和软件的开发和生产。而鲨鱼无人机从立项到首飞只用了半年时间。机身数据方面，鲨鱼翼展 1.91 米，起飞重量10公斤，部署时间只需要15分钟，巡航速度为70到90公里每小时，极限速度呢可以达到150公里，飞行时间为4小时，实用升限为2000米。得益于可靠的通信模块，鲨鱼的作战范围达到了60公里，所安装的摄像系统全高清光电传感器具有30倍光学变焦和附加数码变焦，能在最远5公里的距离内监控俄军目标，同时还具备抗电子干扰的能力。至于起飞呢，则是由专门的弹射器发射，完成任务后借由降落伞平稳落地，其作用主要是为乌军炮兵部队提供空中侦察、目标搜索和调整火力使用，包括协助西方远程武器，特别是海马斯火箭炮系统。鲨鱼无人机交付之后呢，乌军方面对外声称，鲨鱼的配备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将为最强大的火箭系统，例如海马斯和 M270 多管火箭炮，提供俄军前线重要目标的数据。另外还说到，由于海马斯和多管火箭炮系统能够打击75公里范围内的敌人，我们需要有类似的情报、侦察和监视设备。鲨鱼无人机的提供，为未来即将到来的反攻做到了更充分的准备。未来我们将得到25套情报综合体，其中包括75架鲨鱼无人机。另外，鲨鱼无人机到位只是冰山一角，随着乌克兰的援军集结，去北约培训的飞行员、坦克手、远程攻击武器的操作手也回国了，加上北约援助武器升级，比如豹2、米格29，乌军的春季反攻在各个区域有序开展了。尤其在巴赫穆特，乌军大量的增援使瓦格纳雇佣军伤亡惨重，力不从心，进攻已经停滞不前了，很可能会被迫退出。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视频中有出错的地方，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内指正。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之后大兵会为各位带来更多更精彩的视频。我们下期再见。